马六甲海峡必须保持中立和开放，不得被恶意封锁或干扰，威胁到任何一个大国的生命线，否则都会引爆世界大战。因此，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尼、泰国4个东盟创始国都反对该海峡国际化，并宣布4国共同全面接管整个马六甲海峡，以维护世界和平。世界10大海峡之一，马六甲海峡全长约1080公里，由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泰国、印尼4个沿海国独立共同管辖，拒绝域外势力干预或军队进驻。马六甲海峡的货物进出量是苏伊士运河的4倍，巴拿马运河的5倍，每年约有10万只船只经过，平均每天就有200至300只大船通过马六甲海峡。它是印度洋至太平洋之间最短的航道，连接了世界第1、第2、第4大人口大国，分别是中国、印度和印度尼西亚。另外，它也是西亚到东亚的重要通道。经济大国日本和韩国也是马六甲海峡为其生命线。日本的80% 以上的石油进口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。目前，马六甲海峡占了世界海上贸易的1/4份额，世界上的1/4的运油船要经过马六甲海峡，每天估计有1100万桶石油经过马六甲海峡。作为目前世界上第2大的经济体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，也是最大的马六甲海峡使用国。每年中东地区向中国提供的石油总量中有80% 是经马六甲海峡运往中国。鉴于它对中国如此重要，所以中国国内就有一种马六甲困局的说法，就是担心这条海峡有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意外，进而严重影响中国这个巨大机器的运转。因此，这条海峡必须保持中立，不可以被任何一方恶意控制或封锁，威胁到中国、日本、韩国等大国的生命线。不然可能会引爆战争，也不排除引来当今列强的占领的可能，就像当初英国殖民者一样控制住这个海峡。因此，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尼、泰国4国为了这个世界的和平，都很小心在维护这条海峡，确保畅通无阻。但无奈，光靠这4国的海军力量显然不够的，海盗还是很猖獗，所以大国们都很担心这条海峡的安全，所以时常有建议要帮忙。由于马六甲海峡是个繁忙的水道，而且有很多宽度狭小处，最窄的也只有37千米，其深度也只有25米，所以很多专家都担心，万一恐怖分子将一些船只弄沉在这些地方，将会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，就类似2021年长龙货轮搁浅苏伊士运河那般，影响了全球的航运，造成全球贸易每小时就损失了4亿美元啊。而这个苏伊士运河每年大概只有25000只船只经过而已，但马六甲海峡却是它的4倍，每年约有10万只船只经过，所以一旦出事，所造成的损失肯定超过15亿美元每小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尼克斯，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，现在是时候订阅了，我会每周更新哦。上一期我们就谈到了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领土的纠纷，为何菲律宾说马来西亚的沙巴州是他的呢？如果你还没看的话，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，或等下来到频道找也行。现代在马六甲海峡发生的海盗事件，从1994年的25宗增加到2000年的220宗，占世界海盗事件的1/3。为了对抗海盗，马来西亚、印尼、新加坡、泰国4国海军于2004年7月开始增加了巡航次数，但显然1000多公里长的海峡，光靠这4国那零星军舰出没显然是不够的。所以在2006年，中国也曾提出愿为加强马六甲海峡的保安提供帮助，包括交换讯息以及派遣专家来训练马来西亚的海事人员等。而马来西亚也与中国签署了一项2国海事合作的谅解备忘录。日本财团 The Nippon Foundation 也认识到日本是该海峡的主要利益相关者，所以也承担了部分的责任，包括在1969年绘制了当时最准确的马六甲海峡的海图，并对海盗进行了勘测，清除了沉船，并安装了灯塔、浮标和其他导航设备等，还提供了训练船以及对防海盗措施的支持。日本财团在这50多年里累计提供了1.58亿美元的支持，并组织了多次有关海洋问题的会议。2005年6月，美国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出席第4届亚洲安全会议的期间，就多次提及马六甲海峡沿岸国的海军力量难以应付海盗和恐怖袭击，并称美国有意通过地区性海洋安全倡议与沿海国家组成联合舰队，并希望能让美军进驻该地区来确保马六甲海峡的安全。
但是遭到了马来西亚和印尼方面的拒绝。为什么会拒绝呢？这前面我已经说了，这条海峡是亚洲大国们的生命线，对中国、日本、韩国等都非常重要。而中国和美国是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呢？这个不用我说，你们应该都清楚。所以此刻如果让美军进驻的话，难保在将来某一天，在关键时刻，可能以海盗为名进行海峡封锁，那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尼、泰国可能就要当灾了。就算他不封锁，他平常在那边飞来飞去搞监测，也会引起区域紧张啊，也防止有人可能挟天子而令诸侯。毕竟这条海峡是你们的命根啊！日本、韩国，你们要不要乖一点呢？如果他是提供资金或技术，那马来西亚和印尼肯定很乐意，就像日本、中国这样。但进驻军队就免了，我们不想被绑上战车。等下万一爆发战争，我们的领土可能变成某些大国的头号打击目标，因为这里有美军基地啊。泰国之前也有美军基地，但在越战后美国败了，泰国就马上赶美国出去了。现在这4国里只剩下新加坡有而已。根据雅加达邮报等媒体报道，印尼海军司令贝尔纳德曾在试水说，马六甲海峡的主权属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，不允许外来势力在没有得到有关沿海国家的允许下派遣军队进驻。印尼海军是印尼方面保护海峡安全的主要负责者，并有能力确保这一地区的安全，因此美国无需担心，海盗事件也不应成为美国派遣军队的借口。而马来西亚时任总理纳吉也表示，马来西亚反对美军进驻马六甲海峡，也反对任何美国资产在马六甲海峡生根。他说：“我们认识到马六甲海峡沿岸国家的安全能力应该提高，但是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事务必须由沿岸国家负责。”一直以来，沿海4国对处理马六甲海峡事务遵循3个原则：第一，沿海国家对附属海域拥有主权和维护安全的义务；第二，承认相关大国在区域拥有利益；第三，一切行动必须尊重国家主权和依据国际法行事。沿海4国也于1971年11月发布了联合声明，反对海峡国际化，并宣布4国共同管理海峡事务。因此，这4国是有选择性地接受各大国的帮助，但通常仅限于提供装备、后勤和训练等，来加强海峡的巡逻能力，从而有效控制和减少海盗和恐怖主义的发生，而不是让任何的大国直接介入马六甲海峡的事务。这对大家都公平，也维护了世界的和平。你认为这东盟4国做得对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让我们一起交流吧。好，我今天分享到这，喜欢的话欢迎你点赞、关注、分享，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哟，我会每周更新。如果你想看南海局势为何会那么的复杂，南海到底是谁的呢？可以点击上面的链接去看，或等下来到频道找也行。好，我是尼克斯，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记得订阅哦。